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跟我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6年的2月10号，今天是星期二，每周二是我们的说故事时间。今天老师要讲一则愚公移山的故事哦，愚公移山。好，那各位同学，今天呢，老师说故事用了一个新的版面，然后提供了繁体中文，所以大家看一看能不能够适应这样的新版面。如果不能适应，告诉老师在底下留言。如果觉得这个版面比之前的更好，那请大家也告诉我，以后我可以用这个版面来讲故事哦。好，那这个新的版面呢，上面是简体中文，下面是繁体中文，这里有拼音，还有英文的翻译，所以大家看一看这样的版面会不会更清楚，更方便阅读。好 ，OK， 那么我们来讲愚公移山的故事咯。从前有一位名叫愚公的老人，快90岁了。他家门口有2座大山，一座叫太行山，一座叫王屋山。这2座大山非常碍事。好，那各位同学，今天的主角是愚公。好，其实这个故事啊，在中国跟中华的文化都非常的有名，大家一定要会，一定要听过这个故事。老师今天看起来好帅，谢谢哦。好，愚公年纪很大了，他快90岁了。他家的门口有2座山，一座叫太行山，一座叫王屋山。这2座大山为什么很碍事呢？因为如果你家门口有2座大山挡着，那你出门一定很不方便，你可能要爬过一座山，爬过另一座山，所以各位同学，碍事表示很麻烦 troublesome。 某一件事情或某一个人很碍事，可以用在人的身上哦，他真碍事，表示呢他妨害了你，他很麻烦，他让你做事不顺利，他很碍事，可以指人，也可以指事情。Mandarin 说搬家了，那就搬家吧。好，很多人一定听过这个故事啊，因为这个故事很有名啊。好，这2座山挡住了他家的路，出门很不方便。好，挡住就是 block。如果有东西挡住你的话，那比如说我的手挡住了我的眼睛，我就很不方便，看事情看不清楚。太阳很大，可能会挡住你的视线，对不对？因为光太亮了啊，光也可以挡住你的视线啊。好，挡住 block。好，可能有东西挡在你前面，对不对？那你没有办法走过去，所以如果有东西挡住你的路，那么你一定会变得很不方便啊，所以出门很不方便。如果你要到另外一座城市，你可能要跨过这个高山，要爬这个高山，对不对？哦，好，那这个是肯定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很不方便的事情啊。好，我们再往下看。一天，愚公把全家人召集起来。好，这边应该念召集哦。好，一天，愚公把全家人召集起来，说：这2座大山太碍事了，我们一起努力，把它们移走吧。好，那愚公呢，觉得2座山在自己家门口很不方便，所以他把全家人召集。召集就是叫在一起，你过来，你也过来，大家坐在一起讨论事情。通常召集的话，可能你跟其他人会讨论一件事情，所以你会召集起来啊，或者要做某一件事情。好，那愚公说，这2座山太碍事了，太麻烦了，我们一起努力 ，Let's work together， 一起努力把它们移走吧。好，移走就是让他们不要待在原来的地方
啊，不要在家门口，可能移到别的地方去移走啊。好，对，我们中文说召集起来，召集起来啊，召集了全家人也可以啊。愚公召集了全家人，或者愚公把全家人召集起来。好，大家发现召集会用这个补语起来啊，这个是一个动词补语啊。大家都表示赞同，只有他的妻子担心说：“愚公呀，你的力气连一块石头都搬不动，怎么可能移走这2座大山呢？再说，挖出来的石头和泥土，你要放哪里呢？没有地方放。如果你要移走一座山，会有很多石头跟泥土，你要把这些石头跟泥土放哪里啊？所以大家都知道，愚公已经90几岁了，所以他的妻子，他的老婆也很担心啊。你的力气，你老了，你的力气啊，连一块石头都搬不动，怎么可能移走这2座大山呢？再说，好，各位同学，再说就是而且，这里的意思是而且，补充说明另外的一个讯息啊，补充说明。所以这里你也可以用而且，就像英文的 besides、in addition 啊。如果你说再说，表示你要补充不同的信息，就像中文的而且啊，而且。好 ，OK， 那么我们再往下看，会不会讲得太快？应该还好哦。好，这个再说哦，是一个非常口语的一个表达，我们母语者很常用，你可以把它学起来哦。好，愚公回答说：“我们可以把石头和泥土运到渤海去。”大家听了之后觉得，愚公你的主意真好，你的点子真好，大家都觉得这个方法可行。好，渤海呢是中国的一个海啊，所以呢这个海非常的辽阔，非常的广，非常的广大啊，它的空间很多，所以呢可以把石头跟泥土运到 carry something to 啊，运到渤海去。大家都觉得这个方法可行。什么叫可行呢？可以执行啊，可以执行。好，这个方法是可以执行的，表示这个方法是可能做到的，是可以做到的，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它是可能的，可以执行哦。我们中文说可行。好，如果你的办法可行，表示大家赞同你的说法，赞同你的点子，那么这个方法是做得到的，它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哦。好，有没有问题？好，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哦。第2天，愚公就带领着儿子、孙子们开始挖山。邻居们的一个寡妇有个7、8岁的儿子，也蹦蹦跳跳的，蹦蹦跳跳的跑来帮忙哦。好，那愚公呢，召集完全家人之后，大家都觉得愚公的方法可行，所以呢，愚公就带领着 lead everyone to do something。好，带领着，好，如果你带领着某些人，那么你可能就是队长，或者我们说是带头的人，带头的人就是 leader， 带头的人。如果你带领着大家，那么你就是带领的人。我们中文说带头的人，带头的人就是 leader 的意思啊。好，那邻居家有一个寡妇，什么叫寡妇呢？寡妇就是没有丈夫的女人。这个女人她结婚了，但是呢，她的先生死了，所以她就是寡妇 widow 哦。好，这个词很重要，大家记起来哦。寡妇就是没有先生、没有丈夫的女人。她虽然结婚了，但是她的先生死了，所以她就变成了寡妇啊。好，那她有一个7、8岁的儿子，也蹦蹦跳跳的跑来帮忙。我看到蹦蹦跳跳就会觉得这个小孩子很有活力，
短短短，表示他很开心、很有活力的来帮忙愚公哦。好的，有没有问题？没有，我们继续往下看。有个叫智叟的聪明人看见了，觉得很可笑，就对愚公说：“你真是太愚蠢了，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连山上的一棵草都拔不起来，还想移山？”好，有个人哦，他很聪明，聪明人表示这个人很聪明哦，他的名字叫智叟。智感觉这个人就很聪明，对不对？叟一般我们说一个男人叫叟哦，一般是指他可能已经40几岁、50几岁的男人了，我们可以叫叟啊。那这个女人不用叟，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看到叟这个字，其实它指的就是40岁、50岁的人啊，我们可以叫叟啊。好，那各位同学，这个叟特别注意哦，是比较少看到的一个词了哦。智叟是他的名字，觉得很可笑 ，ridiculous 或者是 pathetic。好，可笑跟好笑不一样哦。如果你觉得一件事可笑，这件事让你会想要嘲笑，哈哈哈哈。可笑是不好的词，它是一个贬义词啊，跟好笑是不一样的意思啊。老师可以叫你智叟吗？不可以哦。智叟现在已经专门用在这个故事里了。如果你用智叟称呼一个人，可能会让人觉得这个人自作聪明，自己以为自己很聪明的人，所以不要用智叟称呼一个人，即使你觉得他很聪明，因为现在呢，智叟在这个愚公移山的故事里，代表的一个人自作聪明，就是自己以为自己很聪明，其实并没有，他并没有那么聪明啊，或者很自大，这个人可能很自大哦。好，叟不是 wise man 的意思哦，叟就是一个男人，可能是中年男子，40几岁、50几岁的男人，可以叫叟。我知道有一个词叫钓叟，钓叟的意思就是这个中年的男人他喜欢钓鱼，我们可以叫他钓叟啊。你在河边会看到一些钓叟，表示呢这些人啊中年男子很喜欢钓鱼啊，很喜欢go fishing 这样的男子，我们可以叫他钓叟。不过年纪要比较大的哦，叟一定要年纪比较大，40几、50几、60几才可以叫他叟啊。好的，那智叟呢，他就嘲笑愚公，他觉得愚公很可笑，很愚蠢。愚公啊，你这么老了，连山上一棵草都拔不起来，你还想移这2座大山，怎么可能呢？好，自以为聪明，对不对？好，愚公说：“我虽然会死，但我有儿子，儿子又会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而山不会增高，我们总有一天能把它挖平除叟。”没有听过，比较少用吧？钓叟比较常用啊。好，愚公说：“虽然我年纪大了，我会死，但是我有儿子啊，儿子还会有孙子啊，子子孙孙无穷无尽。”好，所以这个山是不会增高的，山永远这么高，山是不会增高的。我们总有一天能把山挖平。好，没有穷尽 ，no end， 就是 endless 啊。所以子子孙孙，儿子生孙子，孙子又生了曾孙，一直代代相传，一代传一代下去，每一代都要挖山，这2座山总有一天会被挖平啊。所以他才说，我的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但是山是不会长高的，所以总有一天一定可以把山挖平啊。好，穷尽啊，就是 end， 没有穷尽 ，no end， endless 啊。好，我觉得愚公呢，其实
它的一个优点就是坚持，对不对？像我们学中文也要坚持。愚公虽然年纪大了，力气也小，但是他知道他会努力坚持，他的儿子也会努力坚持，他的孙子也会努力坚持。再困难的事情，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会成功，对不对？好，我们再往下看。智叟听了，好，哑口无言，羞愧的走了。好，当你哑口无言的时候 ，you are speechless， 你说不出话来，可能是因为不好意思，可能是因为你错了，你做错什么事情了所以你觉得很惭愧，很羞愧，所以你说不出话来哑口无言。对方说了很有道理的话，你觉得你错了，或你觉得你本来的看法是错的，你没有办法反驳对方，所以你哑口无言。哑口无言通常是你没有办法反驳，好，谁帮我打一下反驳对方的话？你没有办法反驳对方的话，可能是因为你的观点错了所以你没有办法反驳对方说的话，你会哑口无言，哑口无言，羞愧 embarrassed， 羞愧不好意思的走了。好，反驳好，无法反驳别人的时候，你会哑口无言好，愚公的决心和毅力感动了山神，山神就向天帝报告了这件事情。好，山神这两座山是有神的，叫做山神Mountain God。山神就向天帝，天帝就是 Heavenly God 报告了这件事情天帝向你报告一下，凡间有一个叫愚公的人，他想要移山，非常的有决心，也非常的有毅力好，天帝知道了这件事情好，天帝被愚公的精神深深感动，于是派了2个大力神下凡，把2座大山背走了。好，天帝被愚公的精神愚公他努力坚持的精神深深 deeply 深深感动这个愚公这么坚持，这么努力，那我一定要帮助他所以天帝决定要帮助愚公。好，那么于是天帝派了 sent to 派了2个大力神。好，大力神听起来就是力气很大的神 powerful and mighty， 力气很大的神那他们力气很大，他们可以把山给搬走，把山搬起来搬走好，他们是用背的了把2座山背在背上，大力神把2座大山背在背上，把2座大山背走了。好，这个背，你的 back your back 是名词我们念背。那如果变动词 carry on your back， 那就是用背一声背走了动词是背走了。那你的背是你的 back your back， 名词是用背好，我们往下看。大力神把太行山背到了东边，把王屋山背到了南边，从此愚公家门口再也没有山挡路了。好，那大力神把太行山搬到了东边 east， 把王屋山背到了南边 south， 从此 from then on， 从那个时候开始，从此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愚公家门口再也没有 no longer， 好，这个词很棒再也没有 no longer， 再也没有山挡路了。
上帝我觉得比较像基督教的神吧。如果我说上帝，比较像是 like Christianity， 上帝比较像是基督教说的上帝。天地比较像是中国民间故事里面指的，比如说玉皇大帝比较是中国的这个历史传统中想象的那个最高的神，我们叫天地。上帝应该是 like God in Christianity。OK， 好的，那我们的故事呢已经结束了，相信你们对这个故事非常熟悉，你们一定都听过了啊。好，帝君啊，帝君基本上我们会用在另外，比如说关圣帝君，指的是关公啊，这个会用在特别的神上面，特别的神啊。好，我们来回答问题。问题一，移山比挡路更麻烦。好，问题一，愚公为什么要移山呢？好，各位同学想一想，愚公为什么要移山呢？就像 Mandarin 说的，移山不是很麻烦吗？那有山挡路，你就爬山越岭，我们中文说翻山越岭就好啦，对不对？为什么一定要移山呢？愚公为什么要移山？我可以翻山越岭，或者我改道而行，对不对？为什么一定要移山呢？好，那当然了，故事里面他告诉我们，愚公移山的原因是因为很好，秀珍说，因为山挡住了他们的路，很不方便。对，他们用的词叫很不方便，两座大山挡住了他们的路，很不方便。对，用碍事也很好，因为这两座大山挡住了他们家门口，非常碍事。非常碍事就是非常麻烦因为这两座山挡住了他们家门口的路，出门很不方便，而且很碍事。碍事这个词可以记起来好 ，OK， 因为山脉因为这两座山就可以了。山脉指的是这个 mountain ridge， 那个叫 ridge 吗？山脉一般指的是这个，我们不说山脉了我们这边说这两座山就可以了。山脉通常指的是这种 mountain ridge 好 ，OK。问题二，智叟对愚公移山的态度是什么？好，我们刚刚都知道有一个聪明人叫智叟，他很聪明，不过我觉得他是自作聪明，聪明反被聪明误好，那他对愚公移山的态度是什么？态度 attitude 态度，你有什么 point of view？ 态度是什么你的 attitude。好，你们觉得智叟是赞成愚公移山，还是反对愚公移山？还是他觉得愚公移山很重要，一定要做的事情？还是觉得很好，可笑？秀秀说很可笑，答对了。智叟觉得愚公移山这件事情很可笑 ，ridiculous， pathetic， 很可笑。你年纪都这么大了，再不久就死了，你还移什么山？你还移什么山呢？对不对？他觉得愚公很愚蠢，很可笑你连山里的一棵草都拔不起来，还想要移山所以他的态度是觉得很荒谬，荒谬 absurd。荒谬，可笑，还有呢，愚蠢。好，所以帮我打一下荒谬 absurd， 很荒谬怎么可能呢？真是痴人说梦。我们中文说痴人说梦就是你好像白痴一样在说梦话，怎么可能移得走这两座山呢？你好像白痴一样在说梦话。我们中文说痴人说梦，指的就是不可能的事情痴人说梦精卫填海，我们以后再来讲精卫填海的故事对，佳佳说智叟觉得很可笑
愚公连山上的一棵这个棵写错了，一棵草都拔不起来不要说出来，我们说拔不起来，拔不起来好，我们往下看。Hello， 春娇，你好。好，我们再来看第3个问题。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好，各位同学，愚公移山的故事呢，在中国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民间故事所以你们一定要知道愚公移山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寓意，什么样的道理。你可以告诉我，愚公移山其实在教我们做事情要怎么样呢？Henny 说智叟说愚公太可笑了，他连山上的草都拔不起来，怎么可能把山移走呢？好，连一块石头都搬不动，对连一块石头都搬不动。不过这个是智叟的老婆说的不是愚公的妻子说的愚公的妻子说的。好，秀珍说人要有坚持忍耐的心，很好。佩霞说我们要努力坚持下去就会成功，很棒。佳佳说遇到困难的时候一定要坚持，很棒。裴静说做事呢要坚持到底，坚持到底，很好。秀秀说我们要坚持自己的看法，当然如果你的看法你选择的道路是对的可以了但是有时候有的人的看法是错的，如果你过于坚持自己的看法，那个叫固执己见这个有的人就是觉得自己的看法都是对的所以这个就变成我们中文说很固执，对不对？很固执那这样不一定是好的所以这个故事其实是告诉我们应该要坚持，做事情要努力，要坚持到底那我们中文有一句话叫固执己见，如果呢你坚持自己的看法，但是你的看法是错的，不一定是对的，那我们说这个人一直固执己见你的看法又不一定是对的，固执己见好要有坚持的心和真诚的心，可以，没问题。要有耐心也很好好，这个雅玲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无论有什么情况，我们要坚持继续做我们想做的事情。蓝墨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道理是做事情不要放弃，应该要坚持和忍耐。松平说每件事情都是可能的，天底下没有不可能的事，对不对？只要你努力，天底下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对，固执己见，很好。正义在我，必有人支持。好，哈德文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要你有心，没有不可能的事好，很棒。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的词汇。好，我来把词汇念一遍，你们可以跟着我念一遍爱是，爱是，召集，召集，赞同，赞同，担忧，担忧，可行，可行，感动，天地深深感动好，被愚公深深感动。下凡，什么叫下凡呢？一般来说是天上的神到凡间，凡间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叫凡间 earthly world。 所以神 God like I don't know which God goes to earthly world 叫下凡，这个词要记起来比较特别的一个词汇，下凡愚蠢。好，这个字很重如果你说这个人很愚蠢，就像英文说一个人 stupid， 这个是一个很重的词所以不要随便用这个词，愚蠢，很笨很愚笨可以说愚笨，这个人很愚笨。那我们更常说的就是说笨这个字就可以了，对不对？笨好，那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到这了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故事。那么也请你们在直播课之后留言告诉我
这个新的版面你们觉得 OK 吗？还是觉得老师字太小了，不习惯？老师我不需要繁体中文，这个版面我不喜欢。或者有人会觉得，老师我需要繁体中文，这个版面很清楚，我喜欢这个版面，请你告诉我。那如果大家觉得旧的版面比较好，我就恢复成旧的版面；如果觉得新的版面比较好，那就请你们留言告诉我，下一次我还是会用这个新的版面啊。好，那么我们星期四见喽，大家早一点休息，晚安喽。